佛心步是 one two 一次佛心步 ，one two 一次佛心步 ，one in a two in a one in a two in a one in a two in a one in a two。下降的时候去换中心下降，产生低点，所以从这个高到这个低，这个过程叫做抛物线。那如果我的时候就跑了，我不产生高点，我是不是就是平移？你看我跑了，我不产生高点，我就走了，我是不是就是平移？明白这个道理吗，朋友们？所以我们要有抛物线这个过程啊，要有抛物线这个过程。所以关键点就是这一拍要留住重心，产生高点，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好，直播间有很多会跳桑巴舞的朋友，所以我再举其他几个桑巴舞的例子，你会发现都是这样。你会发现都是这样。前进后退基本步会跳吗？这个动作 ，7 8 1前进，后退，有人会跳这个动作吗？好，所以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我的重心是不是留住？然后1换中心下降，这是不是到低点？所以我从的高点到1的低点，这个过程叫做什么？这个过程叫做从高到低，这个过程叫做抛物线。好，如果我的时候我不往上，我往前会怎么样？我要往前跑重心了，是不是平移？是不是平移？但本来要往上的，我不往上，我要换重心啊！你们刚刚说的换重心，换重心。换重心，换重心，换重心，对吧？所以这是不是就是平移？所以不换重心，主力腿向上推，脚跟抬起来，产生高点，然后1换重心下降到低点。你看我虽然脚往后，你看我虽然脚往后，但是我的重心还留住啊，所以产生高点，1换重心到低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觉得老师说的对的朋友打个对。啊，到高点，我出脚不换重心，我不要跑，1才跑去，出脚我重心留住，1才换重心，对吧？所以和刚刚讲的动作是不是原理一样？刚刚我没有讲步子，刚刚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练习，刚刚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没有步子的练习，就是重心在左右去转换，所以原理是一样的，高点1换重心到低点，高点。1换重心到低点，所以举到其他动作当中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效果啊，都是这样的效果。我们再举最后一个例子 ，Botafogo 有人会跳吗 ？1 2 1 2 1 2 Botafogo 啊 ，Botafogo 也是一样的。虽然我出脚了，你看，虽然我出脚了，但是我的重心是留在了后脚。虽然我出脚了，但是我的重心留在后脚。然后1的时候，后脚推地板，从高点1下降到低点，对吧？所以从的高点到1的低点，这个过程叫做抛物线。那如果的时候我不往上，我往前，我能产生这个高到低的弹动吗？是产生不了的。所以我再举一个动作，都是一样的原理。所以清楚这个原理了吗，朋友们？抛物线从的高点到1的低点，很多动作都是这样运用的。清楚的朋友在评论区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。我说了骨盆的滚动啊，刚刚我们说了骨盆的滚动 ，1 2 1 2啊，这是骨盆的滚动。其实你会发现，骨盆的滚动呢，它是一个平面的动作啊，它是一个平面的动作。那我简单举个例子啊。比如说，这是我的骨盆，它是这样的 ，1 2 1 2啊，它是一个平面的，所以你看，我的水杯啊，这个水杯和这个骨盆是一样的动作 ，1，对不对 ？2 1，对吧 ？2 1 2，是吧？啊，这是一个平面的动作啊，平面的动作。那转动是什么意思？转动呢，就是要在这个平面的基础上加入这样的转啊，看，
有意思吗？所以在这个平面的滚动的基础上，加入转动，转动，转动，变立体啊，变立体。所以你看我的骨盆就知道了。平面的滚动 ，1 2 1 2加转动 1 2 1 2 1 2 1 2，所以这是骨盆的滚动加转动。那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，转动要建立在滚动之上，也就是我转胯要在往上滚动的时候，边滚动边转胯。你看我的骨盆边往上滚动，然后我的骨盆边向后转，下降，骨盆边滚动，骨盆边往后转动。所以这是我们转胯的逻辑啊，桑巴舞转胯的逻辑，在滚动的基础上，咚哒转转转，在滚动的基础上，我们去做转胯。那有些朋友该问了，说老师我不滚动只转胯行不行？行，不是桑巴。如果我不滚动只转胯是什么舞？转转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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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什么舞？这是恰恰啊，这是恰恰。所以很多朋友呢，桑巴舞跳得像弯腿的恰恰，这是我给很多学员的评价。桑巴舞跳得像恰恰，恰恰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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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脚跳的是佛形步、交叉步的步子啊，脚跳的是桑巴舞交叉步的步子，但跳出来的呢像恰恰，所以我把它叫做弯腿的恰恰，弯腿的恰恰。啊，这不是桑巴啊，这不是桑巴，所以桑巴舞的转胯一定是在滚动的基础上做转胯的，所以你看我滚动转动。的滚动转动，滚动转动，1 滚动转动，2，滚动转动，2，这才是桑巴。嘣，有滚动，然后在滚动的基础上做转胯，转胯，啊，在滚动的基础上做转胯，所以这是我们要讲的转胯的第一个知识点。转胯的发力点在哪里？就是我用哪里发力去做转胯，我用哪里发力去做转胯？对，还是问一下吧，我用哪里发力去做转胯？大腿啊，好，这就说明你们会啊，这就说明你们会，非常好。所以我在骨盆往前滚的这个基础上，然后用大腿带胯去转，你看，其实我是转腿，看，其实我是转腿 ，1 in， 看我的腿去转，去我的腿去转 ，1 in， 我的腿去转，所以我会转胯去 1 去 1， 啊，我的腿会转，所以我把脚打开啊，这个动作怎么练都可以，我刚刚可以这样并脚练，并脚练，然后我可以打开脚练。弯大腿带动骨盆边上升边转，下降，然后大腿带动骨盆边上升边转。1 in， 2 in， 1 in， 2 in， OK。所以大腿带动骨盆去转，然后在滚动的基础上去转，这是我们讲的这2个知识点。然后再说转胯的时间啊，转胯的时间，你会发现。弹动，桑巴舞是有弹动的，弹动呢，我们是有下降，是有上升，下降上升。那请问我们是在下降的时候转，还是上升的时候转？有个朋友说老师，我怎么一用力膝盖就疼了？不用怀疑，你大概率是这样跳的。如果你要是这样跳，你的膝盖会疼。
我都不用看你跳，你跟我说你跳，你这样你就说我刚刚我做这个动作吧。如果你说老师我做这个动作膝盖疼，我都不用看你，你大概率是这样跳的，膝盖内扣了，啊，膝盖别着了，膝盖正对前方啊，膝盖正对前方。好，非常好，大家回答的非常棒。对了，在上升的时候转胯啊，在上升的时候转胯，所以我下降不转胯，收骨盆不转胯。上升和还原的时候转胯，所以看我上升转胯，然后尾椎骨向斜后还原，还转胯啊，还转胯，所以反面也是一样，下降不转胯，收骨盆就不是转胯的动作，收骨盆是收骨盆，你不可能边收边转，所以收骨盆就是收骨盆。OK， 收完骨盆之后，上升的时候大腿带动骨盆转，然后还原也是在上升，因为我还原的时候抬脚跟了，所以我的骨盆也要再转，所以看我脚跟抬起来，尾椎骨既做到了像，看现在我的骨盆是平的吧，收完骨盆之后我的骨盆是平的吧 ，OK， 上升转胯，然后还原的时候既做到了尾椎骨向斜后，又做到了骨盆，去转胯，所以上升的时候尾椎骨向斜后还原，我的骨盆还要去转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再反面，1下降不转胯。in 收骨盆不转胯，上升才转，看还转，然后继续转，所以是 1 in two in one in 就转了，继续转 ，1 下降不转 ，in 收骨盆不转，上升的时候转，继续转，所以连贯起来就是1 in two in one in two in 不是只有才转啊，不要突然转。不要突然转 ，in 就要转了 ，in 你看就已经转了，继续转 ，1 in 就要转了，继续转 ，1 in two i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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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要转了，继续转。好，这是我们转化的时间啊，转化的时间，清楚吗，朋友们？下一个知识点呢？就叫做转胯的幅度啊，转胯的幅度。桑巴和恰恰比，他俩谁转胯的幅度大？桑巴和恰恰比，他俩谁转胯的幅度大？啊，朋友们，恰恰和桑巴比，他俩谁转胯的幅度大？有人说桑巴转胯的幅度大，也有人说恰恰转胯的幅度大。好。恰恰的转化幅度要大一点，恰恰的转化幅度要大一点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讲任何事情都是讲原理的，不是我是一言堂，我一个人说了算，不是，我们讲原理啊。恰恰呢，我只有转胯，就是我只有前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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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后 ，OK。萨巴是只有前后吗？前后，前。桑巴除了前后还有什么？还有上下啊，还有上下，所以怎么可能你又有上下又有前后，比只有前后的幅度大呢？所以桑巴舞的转胯幅度是没有恰恰那么大的，是没有恰恰那么极致的。恰恰我们讲转胯可以，比如说可以转到这里，恰恰 one 可以转到这里，桑巴你转这个试试，你拧转到那么多，你就弹不起来了，你就把自己锁死了，你就把自己锁住了，你就弹不起来了。桑巴我不会像恰恰舞一样拧转那么多，所以桑巴舞的骨盆是圆润的，它转胯的幅度是没有恰恰那么大的，所以你不要用恰恰的转到极致的方式去跳桑巴，你跳的会很卡顿啊，跳的会很卡顿。所以我给一个具体的参考，桑巴舞的骨盆呢，从斜前经过旁往斜后一点点就行，往斜后一点点就行，然后再换成心。骨盆从斜前经过旁往斜后一点点就行，不用像恰恰一样拧的那么多向斜后，从旁往斜后一点点就行。1 in 往旁斜后一点点就可以了。2 in 1 in
two in OK， 所以这是桑巴舞转化的幅度没有恰恰大，但是一个地方弱，不能说弱吧，就是说一个地方说幅度没有恰恰大，但有一点比恰恰大。这个地方没恰恰幅度大，但另外一个地方比恰恰幅度大，叫做骨盆和后背的连接啊，叫做骨盆和后背的连接是比恰恰幅度大的。那恰恰我们都知道是落根的，我的主力腿是落根的，我的主力腿是落根的，但是我们桑巴舞因为有弹动，所以我们就会有抬脚跟，抬脚跟。那大家注意看，因为我主力腿抬脚跟，那我主力腿的胯是不是就会更多的去连接后背？所以我桑巴舞的骨盆和后背的连接比恰恰多。One in two in one in two in 这个连接是要比恰恰多的。One in two in one in two in 连接是要比恰恰多的，所以我们五种不同，我们所体现的东西也会不一样。恰恰我们体现干净利落，比如说我们大的你可以看很多朋友跳恰恰裙子这样甩。那桑巴不需要，桑巴体现的不是这个，桑巴体现的是弹动，桑巴体现的是 bounce。所以虽然我们转化的幅度没有那么大，但是因为我们有 bounce， 我们有抬脚跟，所以我们的骨盆会更多的和后背产生连接。骨盆和后背去产生连接，这是我们的桑巴舞要强调的东西。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清楚的话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啊。好的。那我们转化差不多就先讲那么多，总结一下。首先第一，桑巴舞的转化要建立在骨盆滚动之上，建立在骨盆滚动之上。所以如果我单独做骨盆滚动是这样的 ，one。我的骨盆是一个平面的，one，从侧面看，骨盆是一个平面的 ，one two OK， 在骨盆滚动的基础上，我加入转胯，也就是边往上滚动边转胯，所以我是 one two， 往前往上滚动转胯。边滚动边转胯，所以桑巴舞的转胯呢是建立在滚动之上的。如果没有滚动呢，只有转胯，那就是在跳恰恰，转，这就不是桑巴了，叫滚动的基础上转胯，这是第一个知识点，清楚了吗，朋友们 ？OK。然后第二个知识点呢，就是什么时候转。我们知道我们有滚动，滚动有什么？滚动有下降，有收。有上升，有还原，有下降。在上升的时候转，下降的时候不转，不是边下降边转胯，不是上升看，上升的时候骨盆转，下降的时候保持，上升的时候骨盆转，下降的时候保持，所以在上升的时候转胯。one。two, three, four， 不要反过来 ，one, two 就是不是完全变味儿了？不要下降的时候转，下降的时候上升的时候转完胯，保持这个骨盆位置；下降的时候保持，上升的时候转胯 ，one, two, two， 所以这是在上升的时候去做转胯，清楚了吗，朋友们 ？OK。然后，桑巴舞的转胯幅度没有恰恰那么大，不需要像恰恰一样转到极致。所以桑巴舞的转胯规定一下，给个参考，就是从斜前经过旁一点点向斜后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换重心，骨盆从斜前经过旁一点点向斜后这么多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像恰恰转那么多，一点点 one in two， 所以幅度一点点向斜后。然后虽然说幅度没有恰恰大，但是我们的连接比恰恰多呀，因为恰恰舞都是落脚跟的嘛，主力腿都是落脚跟的嘛。在桑巴舞我们主力腿是有落有抬，
所以因为有抬脚跟，我们的主力腿的骨盆会更多的连接后背。因为主力腿抬脚跟，所以胯会向上提，连接后背。所以我们更多的体现胯骨和后背的连接。One in, two in, one in, two in, one。我这里并不是肩胛骨刻意往下压，不是肩胛骨往下压，而是保持上半身骨盆找后背。看骨盆找后背，嘣嘣。嘣嘣，嘣嘣，嘣嘣，不是刻意压肩胛骨，而是因为脚跟抬起来，这个力量往上，骨盆找后背。one, two, one, two。这是我们385的一些转化的知识，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我们都是从简单到难，从浅到深啊，从浅到深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开始我们讲的东西非常简单，叫做弹动。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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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吧？我们讲了一些细节，这里细节就不重复了啊。下降上升弹动，然后我们清楚了下降上升，再讲什么？再讲前后啊，有下有上有下有上，我们再加上往后往下往前往上往后往下往前往上，画一个圆，讲到骨盆的滚动，对吧？我们是进阶过来的，对吧？从下上下上加上后前后前，也包括这个下降上升，我们来到了骨盆的滚动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进阶，从骨盆的滚动，然后来到在滚动的基础上，我们做转胯，啊，来到这个动作，在滚动的基础上做转胯，去1。去，对吧？所以这是我们从简单到难。